不然的话就觉得自己整根线都崩。它那个 GPS 定位。强烈建议大家来看一看。早上好，今天是星期天，虽然说星期几的意义并不是很大。Anyways， 其实今天外面有点阴，我还是想要出去走一走，因为我发现最近在家里憋的真的状态很不好。凡是有机会出门活动一下，大概走个3迈5迈的样子，整个人一天的状态都会好很多。这件是我在味好美的时候实习的时候给的一件叫 Three Season Jacket， 就真的很好穿，它里面有一层夹膜，然后外面是防雨的，所以我基本上出门走 trail 什么的都会套上这一件。就今天天气其实真的不是很好，但还好温度没有想象中的低。我现在已经到了，刚才我路过一个星巴克的一个 drive through， 然后它现在因为好像都不能店里取了嘛，就无论你是在网上订了还是直接 drive through 的话，你都得要去排那个 drive through 的通道。然后他那家店我刚开过去的时候，他门口的那个 pick up 的 line， 就是车子排队已经排出了那个 plaza， 然后排到了旁边的就车道的辅道上面，所以真的很夸张。这个 park 我第一次来，看起来人非常的少，一共就停了3辆车加上我。现在出发，所以我平常现在已经不太戴就是手表了，但每次出来走路的话，我会把它打开，因为我觉得这老款的现在功能上我用的真的不是很多了。最大的就是它那个 GPS 定位比我拿手机什么 track 的要好，而且就不太浪费我手机的电了，因为我手机现在还有其他的任务要做。这样的话，回家之后我就可以很容易的看见我今天走了多少迈，整个 loop 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加拿大鹅真的是统治世界，哪里都有它们，而且它们就是攻击性超强，你知道吗？我听过好多人被追，就什么被追然后被它们夺之类的。好多人来遛狗，好羡慕，我也很想要一只狗。我最近在走 trail 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人，就是听 podcast， 就是找一个时长长一点的人，强烈推荐大家去听日坛公园。然后他们那个一期节目大概有的时候1小时到2小时的样子，所以就整个听下来的话，正好那个时长是一期节目的时间，就是正好走完。给你们看一眼刚才那只狗狗屁股。等一下，这个河上有一个大坝，难怪刚才我就是 Instagram 发 story 的时候看到那个定位头有一个 reservoir， 然后还有一个 dam， 就是这个了。巨冷，就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多风，然后现在鼻涕都在流。我今天只走了40分钟，没有勇气继续了，改变计划，干点，先要在车里回个温，然后去干点什么别的事情再回家好了。我咖啡其实喝完了，但是我又不想去超市，觉得为了一个咖啡去超市有点不值得。让我犹豫一下。我本来是准备导航直接回家，然后突然发现正好能路过一个超市，想说反正我就去抓咖啡，就不用推车，然后也不用摸其他东西，好像也还好。所以现在到了Giant Eagle的店，这家叫做 Market District， 我还其实不是很知道这种 market 和普通的 grocery store 的区别，但Giant反正是连锁店，咖啡肯定有的。现在是变装时间，这是上上周在医院干活的时候的 N95， 我就把它留下来了。我在车里戴口罩，路过的人都在看我。刚才我戴的是小号的，就是
regular size 在我脸上看起来还可以，但是我过不了 fit test， 因为我能闻到那个味道。然后小号的话，看起来就把脸上的肥肉都挤出来了，但是这个是有效果的，就是它的那个 seal 可以做到很好。可能亚洲人的脸型的问题。Anyways， 去抓咖啡了。超市里的人不是很多，其实我就随便录一点，感觉有点怪怪，在超市里取手机。我什么也没买，因为他们家就只有星巴克的，豆子是可以在星巴克店里磨。那里就是有一家小的星巴克店，你可以买了全豆让他们帮你磨，然后其他的那种全豆它没有机器在旁边，所以我就没买，我就走进去又走出来了。那就回家吧。我已经想了好几天要吃芒果酸奶了，所以我要把它做了。这个是我之前自己做的花生酱谷物棒。有点饿，所以先拿一小块当零食吃。这样子，原来谷物很多，自己放很多进去。大力出奇迹的把盖子给掰坏了，我的妈呀！开心就好。想吃一点这个，这是鱼条。哦，我刚才忘记看时间了，但应该能看出来它好没好。待会儿，现在等那个oven里面的鱼条。我决定不等了，先开始吃了。我去拿了一点，就是谷物，我觉得好像有脆的好吃。我感觉差不多了，好像。好油啊，感觉要拿点吸油纸。吃完了我的高糖高热量的早午饭，然后现在挪到沙发上。水。整个下午都缩在沙发里面，然后看完了这本书，然后刷了刷手机就耍废。我最近在想，就是说，因为过日子已经完全没有周一到周五的感觉，所以就是允许自己偶尔周末可以真的像废物一样躺一躺，什么都不干。不然的话，就觉得自己整根弦都是绷着，然后经常会责怪自己一天下来并没有完成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会变得特别的焦虑。就这本书，中文名叫做《最好的告别》。大概3、4年前，我在准备GRE 的时候，那时候住在我姨妈家，然后那个时候她在iPad 上面看这本书的中文版，然后跟我说是一本很好的书，但我
一直没有想起来，其实也没有，就上学的时候，因为每天有很多 reading 要看，根本就没有想着说要去看书或怎样。我看到一半的时候，就真的又开始进入到就是看书的那种感觉里面了。然后这个作者一共是有4本书。我那天在亚马逊搜新的其他的书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有一本我以前看过，叫做《清单革命》，但是那时候看的中文版，整个书的感觉就有点像机场读物那种，所以没有意识到是一个作者写的。整套书系列都是畅销书类，所以即使是英文版也非常好读。我前2天在一个类似于美国的多抓鱼那样的就是二手交易网站上买了几本新书，然后其中我又选了这一本 Complications， 它还有一本叫 Better， 一本叫 Complications， so 我买了其中的一本，因为它是 free shipping， 大概是4 to 8 days， 所以可能这周的后半周也许会收到新书，回来再给大家 report。 这本书在豆瓣上面的评分也非常的高，我觉得没有看过的真的强烈建议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引发思考，就我躺在那里一会儿笑一会儿哭那种感觉。对。然后今天的话，我本来给自己的计划是想要在编辑一点视频什么的，但其实我昨天晚上花了很长时间在计划下周的一个 project 要怎么做，因为我们想要做一套关于口罩的使用，就是如何正确佩戴和移除口罩的视频。昨天晚上就在想，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给普通大众去讲解这样的信息会更加的有效。所以这个视频可能是我下周主要做的工作。我本来晚上是想要做辣炒年糕，但因为今天中午那顿早午饭那顿吃的糖分有点高，所以我现在犹豫年糕还放不放，然后可能会把它改做成一个小火锅或者小杂烩之类的。开始做饭啦！就我做饭其实也没有，就是冰箱有什么就胡乱弄什么，但味道最终都还可以，所以。我突然想起来，我昨天做了就是盐水蚕豆，味道这个真的很好。昨天做完了尝了2颗，感觉还蛮成功的，可以当就是小菜放在冰箱里。就是一个蔬菜乱炖，但是是培根汤底的。就我特别怕别人问我你做了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但是刚才尝了一下，真的很好。这就是晚餐菜单，然后33餐。就 Trader Joe 的这个西兰花，我觉得它冻的和普通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锅里的我也吃干净了。饭后甜点时间，我懒得切了，直接啃了。所以现在是下午的7点半的样子，对，7点27分。今天晚上的话，我本来想看电影，但现在有点想把视频现在就可以开始剪起来。如果我不剪的话，感觉就不会去动它，所以现在就开始工作啦。